其实这几年一到深夜的时候吧，自己躺在床上回想这些种种事情的时候，特别难过，特别懊悔。在这里我想郑重的对大家说一句对不起，我已经不再是过去的那个郭美美了，现在我是一个德尔频道应大吉。2021年10月18日，网红鼻祖郭美美再次触犯法律，2进宫啊！关于她的事情，可以说在中国社会掀起了一阵腥风血雨啊！可能还有很多年龄小的朋友们还不清楚她的故事啊，所以我就重新整理了一下。那今天就带你们重新复盘一下初代名媛郭美美事件，把时间拉回到10年前。2011年6月20日，一个微博名叫郭美美 baby 的女孩一下子火了起来。20岁的生日收到的礼物竟然是一辆白色玛莎拉蒂，售价在200万元以上的豪车。那家里摆满了一面墙的奢侈品手提包，价值平均在5万以上。再加上后续晒出的顶级钢琴、豪车、豪宅，从表面上来看，她的资产也已经达到了1000万级别。于是他迅速在微博就火了起来引发了很多人的关注。有钱人的生活丰富多彩让人羡慕也很正常。从他放出的资料来看看样子应该是活跃在娱乐圈，想必也是家境殷实。那郭美美也很乐意分享这种上流社会的生活点滴。那面对媒体的采访也很坦然，这就是我的真实生活。但还有好多人比我更有钱的，自己也是问心无愧。炫富这种就是他们自己的说法吧。像我微博里面很多关注的朋友，人家每天也在拍啊，人家甚至拍的比我还要富啊，人家一个手表就400-500万了，仇富也好还是什么也好，可能每个人心态吧。郭美美原名叫郭美玲，1991年出生在湖南益阳，自幼父母离异，一直跟着母亲郭登峰生活。那中学毕业后，母女俩从老家湖南来到深圳。郭登峰靠做生意维持生计但这个原生家庭问题很大，父亲因为诈骗被捕，母亲经营风月场所，人际关系繁杂。大姨曾收留他人卖淫蹲过监狱，舅舅贩卖和吸食违禁品也坐牢了。那这一大家族的金钱观就是捞偏门正经事儿一点不干，无恶不作，只要有钱的就是高高在上在这个社会上就算是赢了。在这些人的影响之下，一个未成年孩子的三观会受到怎样的影响？从后续的事情也能够印证。17岁的时候，他还叫郭美玲他说妈妈总是忙着谈恋爱，根本没时间管自己但是母亲对于社会地位的认知只限于物质，这种观念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女儿。那这张母女俩人手一个爱马仕，坐在豪车里炫富的照片，基本上就可以说明他允许女儿追求那种与他年龄不符的事情。望女成凤的郭登峰也给女儿做了一个人生规划，就是进娱乐圈，然后特意找大师看了生辰八字，给改了一个名字叫郭美美结果同名歌手郭美美严重风评被害但那都是后话了。此名一出大师说势必能干出一番大事，结果是一语成谶直接把这一家人所犯过的事儿集大成于一身。一个人2进宫，黄赌毒3花聚顶4荤8素5马长枪的就给国民上了一堂生动的普法教育课。大家好，我叫郭美玲，我来自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我为大家唱一首王菲的《旋木》。拥有华丽的外表和绚烂的灯光，我是匹旋转木马，身在这天堂。不管我能够为你有多长，至少能让你幻想与我飞翔。那郭美美又到了北京，开始参加各种选秀比赛，出现在电视荧幕当中她早就适应了表面奢侈的生活，只有不断追名逐利才能维持，用一切手段换取奢侈的生活和进阶的筹码。所以她进行了一次整容，可事业上没有任何进展，却在18岁她就陆续收到了10多万元的名表和一辆红色的 Mini Cooper。这一切转变来得非常突然，从默默无闻的小女生直接蜕变成为小富婆。之后的生活之奢华就如微博里所见，直到20岁的生日收到了一辆玛莎拉蒂，并且还多了一辆兰博基尼。整个微博里图文并茂，充斥着4个大字：上流社会。他也解释说自己并不是炫富，只是记录生活但是那个时期他就已经
抓住了凡尔赛的精髓。那发微博说好久没开我家兰博基尼了，还是感觉我的玛莎拉蒂更好开。到这个阶段呢，只是引发一些网民对他经济来源的猜想，但总体来说问题不大啊。可之后的事情问题就非常大了啊，甚至引发了全社会的高度关注，并且还给当时的公益事业造成了惨痛的损失。2011年5月，郭美美的微博认证突然改变，由演员变成了中国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这认证需要自己上传信息才能获得，这完全是她个人操作的，又给自己加上了一个精英阶层的标签。20岁女孩，超级跑车，疯狂炫富，慈善组织领导阶层。如果说这还不能引起别人的注意都完全对不起她这一系列高调的举动你究竟是20岁的富二代，还是20岁傍上了富一代这个红十字会认证又是怎么回事难不成这里存在什么黑幕用国民的善款来中饱私囊吗？但郭美美并不在乎别人怎么说，顶着骂名宣布自己出道了。2011年8月，在微博发布了自己的单曲《叮当 Girl》。我为了深入了解案情，就去听了一下可以说那是我人生中最漫长的5分钟。他微博的好友列表当中有一个 ID 叫郭长江 RC， 郭长江是当时中国红十字会的副会长的名字，那 RC 正是红十字会 Red Cross 的缩写，两个人都姓郭，难道是父女关系吗？到这儿我就长话短说这个郭会长随后进行了澄清，与郭美美并不相识，只有儿子没有女儿。那这一点很多人都给予了证实他说自己也没有开过微博。那不久之后，郭长江 RC 这个账号就被注销了。那红十字会阐明和郭美美不存在任何关系，并对他伪造身份的事情进行了报案。之后，郭美美也发微博澄清自己和红会没有关系。新浪微博也道歉说认证审核存在疏忽，出现错误。这里的事情错综复杂，我就不详细展开了。那如果你们不是利用慈善机构给自己敛财，那么经济来源又是什么呢？面对社会上的重重质疑，很显然只在微博上靠文字是解释不清楚的所以母女俩上了一档访谈节目。郭登峰说自己早年是炒股起家的几个月就赚了500万在深圳还有2套房子。郭美美直言干爸们都很宠我，除了 Mini Cooper 之外，那些豪车名表都是他们送的。那网络上也有当时对知情人的采访郭美美所说的干爹有一个叫王军，是深圳的富商，他自己也有女儿和郭美美其实就是情人关系，但因为年龄悬殊，只能以干爹的关系存在了。由此干爹这个词儿算是彻底毁了。但是王军出手相当阔绰送干女儿的生日礼物竟是一辆200万元的玛莎拉蒂，名下的兰博基尼也给干女儿开自然日常生活的开销更是不在话下。所以母女两人好不容易树立起来的形象被万人唾弃。郭登峰最后又说，那其实王军是女儿的生父所以不可能是情人关系又招来一片骂声此后王军事业遭遇重创，也就彻底不再和他们联系了。2013年，郭美美又凭借各种人脉关系终于干了和演员相关的事情拍了一部电影。我看了一下时长是88分钟，评分是2.9我没看，因为犯不上但不难想象这个作品的质量之后的电影也都是这种粗制滥造的烂片。但郭美美还是乐此不疲的在网络上不断给自己炒作，同时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在各地进行商演。直到2014年，警方的一则通报彻底把郭美美打回了原形。她在网络炒作就是为了提高自己的身价之后她会寻找那些有实力的土豪，目的就是为了进行皮肉生意，出卖肉体。网传郭美美的资费是1夜30到50万人民币不等。她的助理交代的清楚说她的工作室就是一块遮羞布，她经常带着助理去外地演出，但是当晚都会和邀请人开房。第二天助理收拾行李就会有成捆的现金，而且她的生活也很乱，经常会带不同的男人回家过夜，其中外籍男子居多，中国男子就专找有钱的。郭美美还让助理帮忙统计经手过多少男人。之前的那个干爹王军也因为经济犯罪落网了，在警方的审讯之下也坦白了和郭美美其实就是包养关系。以前他需要钱的时候就从北京飞到深圳陪一夜，王军一次会给他5万元，玛莎拉蒂也是他硬要的。王军说从来没见过如此虚荣之人。2011年，王军参股了朋友的一个博爱小站的项目，
这个项目是和红十字会有些关联的郭美美得知以后呢，就和王军说要当 CEO。王军宠溺地说你想当什么都可以所以郭美美出于虚荣心，就修改了自己的微博认证，甚至还瓜葛上了红十字会，以至于让红会出现了严重的信任危机到这也就很明显了郭美美从成年后就开始出卖肉体了换取物质上的满足，然后在微博上炫富，再立一个名媛的人设和外界说就是在记录自己的正常生活而已嘛。那敛财方式不止这一种他还在北京朝阳区伙同他人在一间公寓开设赌场，组织多人以德州扑克的方式从事非法赌博活动，从中抽取巨额赌资。结果在2014年7月9日正值世界杯期间被警方直接捣毁，最终郭美美数罪并罚，被判入狱5年。那郭美美在狱中踩缝纫机做手工，读书写笔记。那经过长期的改造之后，终于在2019年刑满释放。她的微博 ID 也变成了郭美美努力努力。出狱2个月之后，她发布了第一条微博，字里行间洋溢着对未来的向往和正能量。2019年12月，郭美美的微博又更新了是一条公开的道歉视频，一改往前妖娆的形象，态度诚恳，声泪俱下，希望获得社会大众的原谅，自己一定痛改前非。评论区也出现了两极分化，有嘲讽，自然也有鼓励。这一次道歉也给他带来了久违的流量。2020年初，他尝试经营网店但是赶上疫情效益太差，很快就关了。之后尝试着进入直播行业但是也没有什么人气，每次直播的收益也都是少得可怜，只能是再次退出，偶尔发微博写一些鸡汤他在北京是有一套房产的，在入狱的5年时间，这套房子升值了300多万所以他还是有充足的资本但是怎样才能顺应当今这个社会吃到流量的红利呢？想必他也是经过了苦心研究，或者是有人给他做了策划。2020年8月，郭美美又登上了热搜第一。捆绑的还有一个名字，演员黄景瑜。郭美美发长文爆料自己入狱前的3个月和黄景瑜2人是恋人关系直到自己被捕。当时黄景瑜还没有火起来自己还帮他付房租，对方是忘恩负义，自己会爆出2人的合影照片。那黄景瑜团队发出了律师函警告，郭美美秒怂，直接公开道歉，说2人呢只是认识并非恋人。但是这一波碰瓷操作又给他带来了巨大的流量太多吃瓜群众就喜欢看明星人设崩塌，所以当时有很多人都对他进行了声援到这时候开始，他已经不再是1年前哭着道歉的那个郭美美了。那原来还有这么多人喜欢我那就必须支棱起来，继续用自己最擅长的方式搞钱。他选择了做一个微商，这个行业就特别喜欢秀秀自己独立女性的定位左手事业右手家庭，今天喜提玛莎拉蒂，明天就能买下万里长城甚至在自己整容瘦身后还成为了整容顾问，向别人推荐医院赚取咨询费，为了事业也是发自内心。那个喜欢炫耀的郭美美又回来了，那豪车爱马仕名表手镯陆续在她的微博扎堆。为了和过去的自己说再见他发过一条动态，说自己又改名字了，以后叫郭晨曦，不再叫郭美美了，希望大家能适应一下。好的，郭美美没有问题，郭美美郭美美虽然没能进入娱乐圈，但却成为了一名 DJ， 不知道这算不算是音乐圈他的一篇博文说送给自己的新年礼物，配图劳斯莱斯，说要弥补失去的那5年，又说自己并不是在炫耀，而且不断说明自己是靠不断参加商演来赚钱。这怎么感觉这些剧情好像是在哪儿见过呀？但是有一说一这个互联网立人设这点事儿算是被他玩明白了。既然没有新闻八卦报道，那我就自己发微博码字强立人设比如去长沙演出，不小心买了一套房子，回复评论没多少钱，200万而已当有人在评论抖机灵的时候，他也回怼我月入60个 W， 你也配？逐渐炫富和努力被他归结到了一起白富美的独立女性人设就站起来了，维护她的评论越来越多这是他最乐意看到的，因为自己长久以来熬这些鸡汤就是给他们看的。你们把我当浪子回头我就把你们当成韭菜。他会直接发文打广告，咨询减肥可以加我好友或者回复评论给自己的微信引流。DJ 这个职业只是努力人设和炫富的秀场，他的微信朋友圈
才是真正的商业战场。减肥糖一盒没吃完，暴瘦7斤啊！好多在微博上信任维护郭美美的人一看啊，哇塞啊，原来她保持身材竟然是靠这个东西。那售价仅为699元，每一粒成本高达5毛的减肥糖，果断下单，为网红鼻祖的暴利事业添砖加瓦的可以说是，结果事业做得越来越大，最终还是翻车了。因为贪慕虚荣、不择手段、唯利是图，完全让他失去了做人的良知。他所贩卖的减肥糖中非法添加了西部曲明的成分。那这是一种作用于中枢神经系统、抑制食欲的药物，虽然是有一定的减肥作用但是同样会引起高血压和心率加快的副作用，严重可致死是中国严令禁止生产、制剂和销售使用的。那郭美美明知含有违禁成分还大肆出售，已经不属于无知了，这就是犯罪。2021年3月，郭美美再次被捕，警方查抄有害减肥产品超6万5千余例，涉案金额超5000万人民币。那2021年10月18日，被告人之一的郭美美因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万元。那郭美美算是把黄赌毒都给占全了，20岁出头出卖色相炫富成名，24岁开设赌场锒铛入狱，30岁卖禁药再次被捕这个事情也给我们带来一个警示不管是朋友圈还是网购平台宣称能够快速减肥的产品都是虚假宣传骗人的，根本就不存在这样的产品不要听商家减肥整容店的花言巧语就上当了。那记住减脂瘦身没有捷径吃药是最不可取的。而郭美美这个人是怎么集大成于一身的呢？首先就是原生家庭早就奠定了这个基调。教育家蔡元培有说过，家庭者人生最初之学校也。那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受到家庭的影响是最大的。如果家风不正，长辈三观不正，孩子误入歧途就不足为奇了。家庭决定了一个人的起点更决定了一个人的终点。郭美美本人也属于是继承了家族衣钵，见惯了也吃惯了。尽管历经了多年的改造，却还是难以改变深入骨子的投机心理。她极度在意别人对自己的看法，也极力想要证明自己与众不同。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绝大多数人奔波一生，都不过为了碎银几两钱固然重要，因为可以改变我们的生活有些人天生就在罗马，更多的人是要从零开始。每个人追逐财富的过程都是狼狈的，最赚钱的方法都写在了刑法里面不是别人没有你聪明，只是更愿意守护在你们看来不值一提的尊严和一文不值的良知而已。那好了，这就是本期的所有内容，最后别忘点赞、订阅、大吉，谢谢你了，拜拜。